那当然，93阅兵之后，全球都在看中国大陆的军力如何。最新有个画面是来自于巴基斯坦，他最新拍了一个空军宣传片，里头的主角歼10C成为绝对主角耶。那这个画面里头，10C带着 PL-15的飞弹在科尔昆仑山这里玩低空突防，还跟枭龙啊、预警机组队。那么组队连 F-16都只是陪练而已。这个当然是上一次跟印度之间的这个空战展现的实力有关。当然，歼10为什么突然变成主角？一个粉专形容的非常有趣。透过画面可以看啊，说你们可能不信，我在家里只是一个拉烟的。这个形容词真的就是这个拉烟是用来做一个效果的这个中国自主发展的第3代改良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配备的先进航电系统呢，综合战力处于世界先进的水准。刚刚看到的画面是说，通常那个拉彩烟是气氛组的，结果呢，在外面到了巴基斯坦是主角嘞能打善打是脸面啊，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总之，中国的军武在这次93之后，或者是像这样巴基斯坦的战局里面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风貌，尤其像歼35跟歼20混合编组的这个中国大陆的空军正在加速全面隐身化，全球都在看这代表中国海军跟空军完成了新一轮的代际更替。跟歼15、35的各种组合搭配，其中歼35用隐藏式的折叠机翼去轴旋，机翼收展之后，表面还可以盖起来旋转，保持了外观光顺，有助于提升隐身的功能。解放军的部分装备说已经领先全球了吗？在很多的分析，尤其是美国外交政策里面观察，他认为大陆的军备呢赶上了或仿制了国外军事这种装备的说法已经是过时了。现在正在看到了美国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军武是什么，在创新跟引领这样的阶段，对于美国有利的地区军事平衡呢，现在正在被不可逆的改变当中。美国的军武再也不是老大了，虽然仍然是被川普当成最重要赚钱的来源，但显然美国的5大军工产业联手说要打造新的海军航舰载、无人机联队等等呢，这些的在空还有海上面的实力都还在面临很大的挑战，有没有办法如期呈现那么好的效果？而金砖国家在一个视讯会议里面呈现的是力抗美国关税这样子的影响力。习近平是以视讯参加了金砖线上峰会，习近平批评美国发起的关税战，个别国家接连发起，当然指的是美国咯，发起的贸易战、关税战严重冲击世界经济，损害国际贸易的规则。其中巴西当然是很大的受害者鲁拉就公开的讲，关税勒索正在被用作征服市场跟干涉内政的常态化工具，它已经是常态了。这个50%的进口关税是让他无法承受的，但现在也决定要硬干美国吗？而川普政府呢是继续扩大签证，限制的是巴勒斯坦伊朗巴西联合国代表团都被针对了。那么因此，针对巴西也还不清楚这个签证是不是会影响那只会告诉大家说，现在川普这种对于国际之间用关税，还有用各种的移民的措施，甚至要用武力来对于其他国家战争部的做法，仍然持续在扩大。但是其实美国的盟友世界都一样啦，亚洲也一样啦。各种的政局变化快到让人家目不暇接，其中法国政府3年来已经是换了第4个首相，马克宏勉强保住的这个总统的位置，到底还能保多久？总理呢，因为不信任案的投票，白狐直接被这个不过关 KO 了，只好向马克宏递出辞呈。接下来怎么办？法国仍然有很多的抗议示威是要马克宏自己辞职的。法国的大麻烦在哪里？当然是经济议题，在所有的负债很严重，还有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之下，这3年4个被夭折的总理呢，没有一个人做得长。这被认为只是一个背锅侠，背马克宏的锅，所以马克宏反而现在再次的被民意针对，你才是问题所在。当然，日本首相现在在这个石破茂宣布辞职之后，各方也在研判究竟谁自民党能够拿下这个新总裁而成为首相。目前考虑的因素之一非常有趣，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要找一个能够跟川普相处的比较好的人看后到底基本上其实石破茂跟川普相处的还不错川普不是还公开的发文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人，那怎么办呢？现在谁如果是变成一个衡量的标准的话，那只能谁跟川普拍马屁拍的好吗？
那韩国的这个议题，刚刚来宾也提到了哦，南韩的电池工厂被扫荡，看起来那个画面非常的像战争画面，把人抓着抓，逮着逮，那抓了400多个人，其中有300名韩国的公民。你不是叫我们来投资吗？不是叫我们扩大设厂吗？啊，设厂完就把我们人抓起来，怎么回事？韩国人只喊屈辱，但是有很多的报道说，川普我欢迎外企来投资美国，但是你不可以用你们本国人呐，我要你们全部雇美国人本地的劳工。赖老师，刚谈到歼10C嘛，歼10C确实是一个设计非常成功，在国际上也是这样认定了啊，而且也是大陆的解放军的特技表演中常常使用的一款机型啊，因为我上次张燕廷将军啊，他有在特别介绍说，他本身的遥感的操纵能力非常的好，因为他说看到他们的飞机可以贴得这么的近在飞他就感受到说，哎，他的遥感是非常的设计非常的完美那他这样的一款战机，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到，他成功了。目前来讲，在国际间这个大放异彩。然后在这一次的93阅兵中因为它13代机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展示到是第5代战机了。而在这个第5代战机里面，特别展示的就是您刚刚谈到的歼35。歼35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歼35跟歼15的2种海上的就是舰载机的涂装都已经出来了。也就是说，歼15的涂装是一只鲨鱼，嘴巴没有开很大，然后歼35的涂装也是一只鲨鱼，然后嘴巴开得很大，那就代表什么？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很有可能会使用这2款战机来做搭配。那也就是说，对于这个电战机也就是歼16上福建舰，因为福建舰在今天开始又离港了，开始去进行海试，也就是它各种战机的机型都会在这个福建舰里面要做海试了。不管是歼35、歼16D、歼10或是歼15等，还有空中预警机，甚至轻型的空中加油机，都相当有可能都要在这个福建舰要做海试了。那也就是相当有可能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准备要开始展示，而且要列装要编列给部队入列服役了。所以大陆的整个海空军形成的作战体系，事实上是越来越强的。然后在这一次的93的阅兵里面展现出无人机，也就是已经领先美国，这个才造成美国很大的焦虑。美国的五角大厦在前几天还找了这个硅谷的一些科技业者然后希望他们也协助美国的国防部在这个无人机跟网络战中能够扮演更多的一个角色。为什么？因为大陆在这一次的无人机中，它展现出攻击跟防御的2种新款的武器。在防御里面，大家比较注意到的就是激光，也就是激光去打下那些无人机，它的性能非常好，而且它反应的速度非常快，只要电力充沛的话。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用微波，微波就是属于面的，一个就是属于点状的，一个是面的。把你如果进行这个无人机群的攻击的时候，它可以用微波的装置把你整个拦下来。那这个部分里面也让美国感觉到很惊讶，因为这些部分里面都呈现出领先美国的一个现象，所以美国的压力非常的大这次从美国不管是川普也好，或者他的国防部的部长也好，或者是科尔比他们所提出来的美国国防战略的退缩的这种修正，都可以看出这个新式武器对美国的震撼事实上是很大。另外您提到了有关于金砖国家的一个会议在这一次里面，因为这是应巴西是轮值国主席，他希望能够召开特别会议，因为巴西目前承受很大的压力。那他认为印度也承受很大的压力，他本来是希望在中国的支持下把印度也拉进来，结果我们看到这个莫迪跟我们预测一样这个翻来覆去，真的川普写了一个短文，他就爱得要死了，然后结果在这一次的视讯会议中，莫迪就不参加了，就由他的苏杰生外交部长来参加。我们就可以知道，印度这个国家
真的是有趣极了啊！蛮不可靠的哦。那反而这样可以跟川普打交道。我觉得你看世界各国，不管是欧洲、亚洲，所有的政治领袖更迭之快哦，马上才刚刚石破茂去川普谈进白宫如何，现在立刻就要下台了。法国也面对同样的问题。你看，这是法国，当然他们总理也更放得很勤啊。法国的总理、日本的首相都不好干啊。不过在这一阵子出这个事情哦，我认为很重大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施加的压力太大了，所以呢，增加他们经济的困难，哦，经济就没有办法满足产业跟人民的这样一个需求嘛。这个也是，换句话说，川普那种美国第一的那种自私的这种思想，这种政策哈，你对你自己的盟国真的造成很大的压力。他不知道晓不晓得，他可能也根本不在乎。所以这在继续讲的话，我们才会发现说，真的是很有道理。当美国的朋友很危险，当美国敌人很危险，当美国的朋友会致命，你就石破茂。如果他这一次美国对日本宽容一点，你像刚铝的那个关税吓死人，到达50%，对50%稻米这予取予求，而且还要增加你的美军在日本的驻扎的那个补助的经费，还要增加等等。你知道这个就让增加日本产业界的不安，也增加日本国会的这种动荡，知道？如果这次你川普高抬贵手，那让日本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觉得说，他没有失去太多的话，我认为石破茂是可以维持下去的。对，因为日本本来就战国群雄了，所以你让石破茂的这个对手。你就借着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打压，就认为说你不善跟川普打交道，你下来，那我们要选一个比较能够讨川普喜欢的人来当这个日本首相。你认为这样子就解决问题了吗？你认为哪一个日本首相，不管你是主流的像安倍他们，像比较不主流，像石破茂，你们哪一个不是美国发号施令，你们就完全全盘接受呢？所以没有敢对抗美国日本首相。这个是石破茂的朋友们就找了一个借口，所以你看我们承受这么大的关税的压力，你石破茂你表现也不好，你就下来。我想这个就是你法国情况也是一样啊。法国现在就面对你要出口到美国的这些产品的这种高关税，你就没有办法跟美国平起平坐，好好的去谈判，然后争取到好的条件，没有办法嘛。所以真的当美国的朋友们，这是最辛苦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的政府怎么去想这个事情。当然，我们要确定的一件事：日本、法国、欧洲的其他国家，德国也好，除了英国以外，哪一个不是美国要的都给了，这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倒觉得就是说，我们保留某些筹码，而且呢，据理力争，或许呢还能够对台湾有所帮助。要不然，你看今天台湾的这个一大堆的工具机、汽车零件的这些产业，你还活得下去吗？真的，所以但是呢也很难。你说这些所有被美国压迫的国家团结起来跟美国集体谈判，你做不到。秦国为什么会灭六国？我就是连哄的手段比你们要结盟所谓的合纵要容易很多吗？所以我个个把你们击破吗？分而治之嘛，就是这样子嘛。石破茂比较悲催的是，居然是他辞职之后，川普才发文说，他是个好人。其实这个是美日关系史上最好的时候，那怎么办？如果下一个条件的标准是要跟川普好，要找谁啊？对，那个平心而论，其实石破茂在经营这个美日关系是下足功夫了。回首一下，今年川普1月20号就任之后，第一个进白宫的是内塔尼亚胡，第二个进白宫的这个外国领导者是2月7号石破茂。石破茂已经讲很久，而且他那一次的行程虽然很短暂，但是如果根据媒体的报道，他下足功夫，还找了曾经在川普1.0打交道的前首相，还有外务省的重要的官员去做沙盘推演。但是川普不会因为这样就饶了日本因为川普是亲兄弟明算账，他是对关税、对贸易议题是没有什么分清书，所以这一次其实日本跟韩国在跟川普打交道过程当中，应该都是点滴在心头。当然，这个《华尔街日报》说日本首相现在考虑的人选应该是自民党总裁，要谁能够跟川普打好交道，这可能也是因为
当然，现在的选举还是在派阀在后面运作，不管是高市早苗或是小泉进次这个小泉啊，都是如此。但是不管是谁啊接任下一个日本的首相领导者，还是一样面对川普，因为川普现在是签了行政命令没错，好，但是他很多东西都会动态调整跟动态检讨。我觉得韩国是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刚才都提到，这已经提到很多了，这个事情在韩国内部一定是炸锅。爆炸了，因为很多人就会批评说，哎，李在明你是6月上任没错，可是当时8月25号你在白宫风风光光，承诺了几千亿美金，还加码3500亿，再加1500亿，5000亿美金。可是大概9天之后，这么大的一个突袭的行动，那今天川普特别讲，我再把他讲的东西再念一次。第一个是欢迎外资，但是外资要尊重当地的移民法律。第二个是美国我们会考虑更多的批准这些专业人才，但第三个更重要这些外企在美国设厂投资的，未来你都必须要逐步的去培训跟雇佣美国人，这个是川普最在意的，所以足供所有目前在美国设立工厂、扩大投资的企业做一个重要参考，这是川普真正在意的事情。日本当然新的首相成员还在另一波的选举当中，但很特别的是，很难得看到，也说是史上第一次，居然有一位日本的参议员被大陆给制裁了吗？那么直接被批，他说是他的各种评论呢，靠辱骂中国大陆、贩卖中国崩溃论投名状，然后想要快速融入日本社会。动不动就以嘲笑啊、讽刺啊，所以是加以制裁。那被制裁的时评，当然本来是中国大陆籍，后来入到了日籍，才选上参议员。他说：“哇，被制裁很光荣。”这口吻好像我们某些这个民党立委哦。他说很光荣，就像拿到中国政府颁发的勋章，这难道不是对我言论的全面高度评价吗？内阁大臣林芳正则是说，中方以日本会员国国会议员的言论采取类似的威胁、恐吓不同立场的单方做法，我们不能够接受。那从日中关系的角度来看，极为遗憾，因为日中其实在石破茂时代是关系回温的，而且关系是好的，因为石破茂根据所有的中国学者的分析都认为缓和了跟中日之间的关系，包括他承认日本战败。那尤其是中国学者认为，石破茂任内不管派各种的大臣互相的穿梭，就算现在实质面对不确定性，但保守色彩呢？如果再度对于对中强硬者上台的话，对中的政策破坏性恐怕会再度的凸显，导致关系恶化。否则，石破茂时代其实各种官员的这个合作互惠，甚至还要开放大陆籍免签的这个行程跟宣布，都代表一种善意。而现在又要回到原点了吗？跟中国大陆跟欧洲的关系也是，比亚迪计划2028年要在欧洲实现电动车全部本地生产，2026就要启动土耳其的工厂。这位执行副总裁李科说的，年底以前，欧洲32个国家的门店将会突破1000家，展现积极抢市的这样的决心。因为欧洲呢，先前也对于汽车这个竞争力产生了很多的抗拒，但现在都产生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了。尤其是川普还是不乐见看到欧洲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如果尤其在汽车产业上有了新的合作，所以要求欧洲对中国大陆要经济施压呀。那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特别回击了，他说：“我们坚决反对动辄拿中国说事，坚决反对对中方施加所谓的经济压力。但欧美之间的贸易协议会告吹吗？因为川普扩大了50%的钢铝关税，那对于欧洲来讲，汽车啦、钢铝啦，都是重中之重。那出口商呢，实际面临的关税额一直不断的在变动，那越被增加。”大量的厂商被科高于欧美本来讲好15%的关税啊，那这种不满的情绪因为有不同的类别、不同的家碟嘛，那很不满，那也让尤其现在欧洲经济景气不佳的情况之下，开始各种情绪一直蔓延到了欧洲议会。欧盟跟美国谈定不到2个月的协议，到底能不能执行？会不会其他国家会员国都不买单？被形容叫做危在旦夕，欧洲钢铁业面临崩溃的风险，制造业的厂商都呼吁进口的金属呢要科美国的关税，不然我们都活不下去。像这样的声音在世界各国都有，连欧盟本来也是跟美国如此友好的情况之下，仍然钢铁业的制造业去年已经裁了1.8万人之多。
2008年以来，一共裁了9万人之多，这个究竟要怎么活？那台湾也同样面临这样的困境。其实中英虽然川普马上下个礼拜很风光，说要去出访英国但新任的中英的关系走得越来越近，也是川普关心甚至很在乎、急着要去的原因之一。其中英国卫报报道，刚刚上任的商贸大臣，马上预计9月10号就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而且会会晤商务部长王文涛，参加中英经贸联席会14会议，被认为说双方会有更进一步跟英国之间的经贸交流。川普下个礼拜马上就要去访英国咯，这次说有皇室亲自接待，很开心。他带着谁？大家都形容叫做这个川普真正的心头好，现在是辉达的黄仁勋啊。马上跟他还有苹果的执行长等人有一行要陪同他出席英王的国宴。那从他要去什么温莎堡举行国宴等等的，还是要很风风光光的样貌，看起来带着企业家同行，很清楚就是要美国的企业到英国去，各种的要做什么呢？要有合作投资，还是要大家买单？是大家很关注的。而其中揭发贸易行为压制 AI 科技的英国的驻美国大使向川普提出了至中的策略。他说，当谈到中国的时候，必须做2件事：揭发他们的贸易行为，确保他们无法在人工智慧、AI 啦各方面主导世界。但现在这也是美方川普方面单方面的看法，现在还 hold 得住吗？赖老师，石平这个人在大陆的眼中，他是当代的汉奸而且是大汉奸。这个人在大陆读完大学毕业以后那他曾经在学校教过书应该在中学左右教书教了几年，据说有结婚了但是是不是把他的太太就放到大陆，这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否认因为被问到好几次。他后来到日本去读书，那到一个学校还不是很好的就一般的大学，读完博士以后就留在日本不肯回去了然后在日本就这样待了很多年，混了很多年。到了40几岁以后，他开始往极右的方向走了。往极右的方向走的时候，开始就被日本的极右翼注意到这个人了。他往极右的方向走，例如说他否定有731部队，东北的细菌部队，他否定有，即使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出来，他说没有。南京大屠杀，他说没有。他说即使有的话，在过去也有很多像蒙古到中国来也是杀了很多人那这好像变成是说理所当然的事情。那这些行为、这些主张，他还跑去祭拜这个日本的靖国神社，一个大陆人一个中国人跑去祭拜，然后认为日本侵略中国，这不是侵略，这只是一个正当的一个国家的行为等等的。那这个时候，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极右翼就欣赏了，因为用中国人用汉奸来打汉奸，不是用汉奸，不是用汉奸来打汉奸就用一个汉奸来去否定中国大陆的一个，包括侵略战争，包括军国主义战争，包括731部队，包括南京大屠杀等等就一直让他上节目了，然后就把他推上去选这个参议员，他就彻底的这个日本化了，很彻底，就越走就越偏了。那当然对于他来讲的话，他觉得能够得到好不容易得到的这些好处嘛，那总算让他在日本也有了一个议员的身份。那对大陆来讲，当然就制裁了这个动作马上就出来。我想现在大陆的民众是很愤怒、很生气，因为面对一个当代的活生生的汉奸，而且还就跟有一个姓于的吧。好像也是在最早的时候帮川普去想办法弄中国的那个于什么的那个留美的那个人，好像也是一样其实这种在中国的历代以来，永远会出现这种汉奸因为当时在我们抗战的时候也有出现像汪精卫这样的汉奸嘛。不过我觉得这个人倒是蛮特别的被制裁也理所当然。那日本的抗议对大陆来讲不会理会。这个林芳正的表达抗议，大陆是不可能理会他的。不过我们看一下美国的钢铝税对欧洲已经引起了欧洲很大的不满。这个欧洲很大的不满是不满在于他们的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上面了。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我举一个例子德国假设要出产一个内燃机要卖到美国去，
它的价值是100万美元。这100万美元中间钢铝的含量20%，那对美国人来讲，那这就是钢铝税，所以就课50%，那也就是它的税就是10万哦，因为20万课一半的税就是10万了，剩下80%就用这个80万就用15%的税，那就是12万，加起来就是22万的税，而不是15万的税。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出口一个100万的单价的东西到美国，课税课22万，就等于是要122万，而不是115万。这个对于德国人来说的话，他们觉得这个我们真的做不到，所以他们在联合欧洲的这些机械工业，向欧盟提出控诉，说你们这样子跟美国谈判，对我们是很不利的。那所以他们停止出口到美国。我觉得冯德莱恩对于欧洲人的利益丧失的太大了，搞不好是新汉奸。然后谈下来，当时第一时间我们大家讨论的时候，就认为说，会员国可不见得通通都要买单，如果付不起的话，那又是另外一个乱局。果然如此。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马上要访英，而且带的企业团里头就有黄仁勋随行，要去英皇的接待国宴里头。但英国当然新任的贸易大使也要到中国去访问了。我先讲一下这个食品啊。那日本是个高度同质性的一个社会，在这个全世界如果要排的话，可能在排前3名以内，就同质性非常高。所以你要做出一个跟他们主流社会不一样的这种意见，你是会很辛苦的。第二个呢，日本在外交政策从2次大战以来是完全跟着美国走，美国就要向东向东，向西就向西。那像美国对于这种日本他们这些盟国所加诸的，就是反对中共嘛，所以反中就是日本社会的主流的思想。那像食品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人，爸爸妈妈中国大陆人。然后他自己在中国大陆出生，在念书，他也念过北大然后最后到日本这样一个反中共气氛目前很盛行的这样的一个同质性很高的这样一个社会里面，他走出一条路是非常辛苦的你的背景，你还没有开口，日本的这些右派的这些媒体也好啦，政界也好，对你就会充满着怀疑了。所以他要走出一条路他一定要比日本人还要更加的反中国大陆，他要更加的很多的看法要更加的偏激，比如说南京大屠杀这些问题，他才能够得到日本人的信任。他的崛起的过程中很辛苦，他本来要选举参加维新会，然后党内党外的力量反对的非常厉害，简直把他当作是卧底的。然后呢，后来才能够再重新投入选举，选上参议员。所以他的做法作为，你可以预判得到，他未来反中共的这种态度会越来越强硬。那不是他不会后退的，不是跟民进党内的外省人有点像？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你说的话然后英国是这样英国你看他跟中国大陆的这种经贸的关系，像去年来讲的话，它的逆差是600亿，600亿美金，中国大陆赚的英国整整600亿美金，所以对英国来讲，我要追求贸易的平衡嘛。而且中国大陆的确是个很大的市场，不过它的外交跟它的经贸有某种程度分开。你知道最听美国话了，两个国家你真要举的话，一个就日本亚洲欧洲就是英国所以英国的关税也最低美国是把它当作自己人所以不要以为说他想发展对中国大陆经贸的关系，就认为在外交政策上面对中国大陆就有缓和下来这个是不可能的。他的主流民意基本上也是反中国大陆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其实我刚刚听错。接下来会不会有川习会不知道，但是已经确认，川普要先到英国去访问。
对，因为英国跟美国关系历史上就是最亲密的，我们叫做亲密的关系。那我们也看到这一次在关税谈判里面，其实川普还是给英国最好的待遇。那目前这个大家比较好奇的地方是，那英国跟中国大陆关系呢？其实从施凯尔工党政府去年上台之后，有一些缓解的迹象，包括英国很多的内阁阁员都已经访问中国大陆，包括外相啦，包括能源大臣，包括财政大臣，还有现在要去的这个商业贸易大臣。那王毅也在今年去过了这个英国，而且习近平跟这个英国的施凯尔在去年年底G20也碰过面，所以看起来是不错。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因为英国基本上。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老师，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昨天柯文哲终于走出北所啦，穿着柯 P 的 T 恤，在所有的小草簇拥之下，面带笑容。他自己说跟过去不一样，他也希望自己正面来看待。小草狂喊清清白白，柯文哲撂下一句：“我绝对不会屈服。”但北检抗告了，因为他认为这个什么对于司法侦办内容的这个带风向是。所谓的对于媒体这个要有就是说由法院审酌的，用媒体在放话带风向，企图影响舆论，干扰审判，这就是检察官先前讲的。哎呀，你压迫我司法啊！黄国昌回应了，说很难听，大家自己看，我不能念。黄国昌回，真正透过媒体带风向的其实是北检，怎么说大家都很熟悉啦。镜周刊那些东西哪里来的？是通灵吗？检察官的侦查资料为什么原原本本出现在媒体上，甚至照着这个版本在法庭上攻防？柯文哲出来之后，赖清德吓坏了，他哪里有要和解，哪里有要休养生息，他要的就是追杀到底，是吗？所以我今天蛮好奇，礼拜二今天《镜周刊》居然不是讲柯文哲案的内情，居然是讲国民党主席4篇一大堆的报道，怎么回事？很多的网络梗图在取笑，他说这个到底要不要抗告呢？那就是我们讨论，是啊，我们来讨论结果北检说严拟是否抗告，等到柯文哲突然站出来，在公开的媒体里面大喊：1年了，什么都没查到，就是这几个检察官把中华民国的司法社会信任度全部摧毁掉。哇，怒了，梗图说，怎么把实话都说出来了？所以北检一定要尽速提出抗告，因为其实也还没有实际提出抗告，是用来报仇用了吗？梗图这样谈，但柯文哲天价交保之后，当然很有话题性，网络声量，昨天几乎在线，大家都在看这一则柯文哲不出法庭画面的新闻，非常的高到一个这个近日来新闻热度非常高的趋势变化，所以柯文哲的海啸来了。周玉蔻怎么看呢？他说，这对于柯文哲走出来这个地检署重获自由之后的重新复活呢？他认为最危险的是蓝营会被吃掉。绿营的危机是执政者的脸目被覆盖，逐渐模糊化，意思就是脸都没了吗？没有啦，我乱分析了，模糊化，马赛克了吗？这表示执政者现在就要面临的是，马上在这个话题引领上面会有问题吗？解决方案不是没有，只要动脑重整人事资源，不知道这言下之意是什么？到底要换掉谁？而柯文哲交保轰赖清德，让国家4分5裂，你自己回去好好想一想。那总统府只有回应攻击元首无助厘清事实。柯文哲被形容他出来并没有消了志气，而是满血复活。邱毅认为看到柯文哲的沸腾人气，最生气的人应该是赖清德，很怒很恼火。赖清德的司法追杀做得太过火，柯文哲的人气就会更高。他不只是莱尔，还是shooter 啊等等等等。但青鸟黑熊正常年轻人，现在到底有谁站在他这一边？当然，赖清德拜庙有什么维安的潜藏意义在当中，这个报道蛮特别的。但总统府是说，只要确认的媒体身份，民众是无法进入的，因为他现在正在进行22讲，全台各个宫庙去走透透。那其实很多的内容，我们也的确是没有办法知道的。但到底有讲了什么很受关注吗？我们光从媒体的声量看不太出来，但可以看最新分析一个台湾新闻媒体的排行榜有数量在网络上媒体平台的分析。目前蓝绿的流量跟无是指非蓝非绿的无的这个认定标签，就是流量比
蓝是157，绿82，无党籍的是85，可能是白，所以大概是2比1比1的情况之下，民进党仍然是弱势。而关税到底怎么样，国人还没有真的找到答案，企业界仍然已经想办法找自己的路去出走，或想办法找生路。但赖总统承认喽，他是在自由时报专访里面透露的，目前基础性的协议磋商都完成了，就等一个总和性的会议。那总和性会议是什么？有没有哪些叠加关税包含在内？那的确包括了阿拉斯加的投资都是包含在这当中的。其实这个我们也不意外，先前已经好几次都已经说了，我们就是要去投资啊，那也要花很多钱呐。那总统府发言人郭晓慧是说，阿拉斯加州长曾经到台湾来拜访，秘书长潘孟安也到国外参加相关的论坛，这个部分是公开进行相关的报告，所以不是秘密，只是我们整体到底关税方案如何还是秘密啦。委员，我先讲阿拉斯加的问题啊。我们现在民进党政府当然尽量说不要有叠加了，20%就认了，不要再叠加这个关税这样。可是我们要讲的一件事，就是说，因为你刚刚提到阿拉斯加哈，阿拉斯加在3月的时候，中油就已经跟阿拉斯加签了买卖啊，就是这个及投资意向书。为什么？因为阿拉斯加这个油不是就卖你而已，它有这个管线的建造。因为它从北坡嘛，对，从北坡一路要拉到这个大概西南方向的一个港要出来，大概全长大概1300公里，要投资440亿，付钱帮他盖的美金。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买它的油，像阿拉斯加的州长讲的，一年买600万吨，不是，你买到这个油钱，这个管线整个的建造的费用，相当程度的台湾要出，所以这个除了台积电以外。坦白讲，这也是民进党政府跟美国谈判关税的一个筹码嘛？怎么我们发现好像都没有发生任何的作用呢？440亿当然不是台湾自己这个来一个国家来支付，可能还有韩国，可能还加上日本。但是我告诉我猜想，台湾投资的不会低于100亿的了，好，只会多不会少。然后这个意向书签了3个月以后，潘孟安也去出席了这个阿拉斯加能源会，你有没有去想一件事情？潘孟安的身份是什么？总统的秘书长。这种经济投资的这种问题，你什么时候听过有总统府的秘书长代表我们出去谈的？那你经济部长干什么？对不对？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就表示我们很重视嘛，也希望让美方了解说，那你在关税上边要对我们好一点嘛。可是这个好像全部下来好像无影无踪对关税的影响，至少到目前没有任何的影响。你这些事情，我说3月你就已经签了这个意向书，那美方应该也知道这个事情，那我们也应该有告诉美方说，没有关系，440亿有相当一部分我们会出来建这个管线，然后1年内600万吨，你们的州长也宣布了，这个我们大概也一定会认，对不对？那我们这等于是做了很大的一个选择。这是对美国有利的选择，可是怎么好像在关税方面，我们都完全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呢？还比日本给南韩要多出这么多，而且我们把最好的、我们最爱的爱国神山切了一大块给你，1650亿投资在你那里，而且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需求可能无度啊，可是没有，这就让人家失望了。柯文哲是我知道讲一句话了为什么吸引这么多人注意？就是因为这个案子他这个被拘押几乎是1整年了，然后你可以说环境，柯文哲一直说他睡在马桶的旁边这个人好歹当过首都市这个台北市的市长，然后中间呢就是你所谓的禁检就是某周刊不断的有这种审讯的这个消息，那审讯期间基本上这是不公开的。那怎么他们特定的媒体不断拿到资料出来这样子，然后还加上一个交保金高达7000万，这个是让国人对这个案子非常专注，而且同时呢，那其他像郑文灿他们也是有这样的类似这样一个所谓的这种刑事的这种犯罪的这种行为，那为什么人家没有早就已经出来了，也不用靠这个什么科学脚镣也没有所以很多人对这个案子的注意是无不平则鸣嘛，这是比较出来嘛。
但是我要讲的是，你说他是不是满血复活，我是不知道，因为现在他既然出来了，开始大家会比较冷静的看什么？看你这个案子的本质是什么？你是不是的确有利益的诉讼的问题啊？有一个契约的问题在里面，还是单纯的政治现金？这个时候我才是柯文哲会受到社会真正检验的时候，满血复活吗？我看也不见得有这么简单呐。那诉讼时间会很长呢。想想连马英九的3中案，昨天还在开庭结辩而已，还12月才要宣判，这是个很长的折磨在司法诉讼程序里。怎么看柯文哲现在不出法庭出来喊我绝不妥协？柯文哲一出来，对于民众党啊他的支持者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吸引的力量。我们看到他的支持者几乎都簇拥上来了，然后民众党的士气也开始更加的恢复了。民众党现在的支持度有34%啊，30%，国民党36%。可是国民党是一个第一大党，在国会里面第一大党，但支持度才36%，民众党才8席，支持度都有34%。民进党是第二大党，但是呢，他的支持者才32%。可是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民众党的支持度其实不小哦。那如果换算选票来说的话，那民众党是不是应该不止这个8席立委，或者是有更多？但是不是这样算？为什么？因为它的地方的基础不够强，它的扎根也不够深，所以它在大选区它的选票的当选率高一点，可是小选区它几乎很难有当选的。你说一个县长、一个市长或者一个立法委员，民众党要当选，目前来讲恐怕还是有困难。但是大选区的，例如说县市议员的这个部分，他当选率就有机会了。但是如果说士气越来越高，支持者越来越高，年轻人选票一直高的话，这个对于立法院的不分区的立委来讲，他就可以相当的稳定的一个操作好。可是检察官的压力也出来了，因为他感受到就是说，哎呀，你这个带风向、带办案的风向，那是代表什么？舆论对于检察官不利，舆论对于台湾的司法界不利，舆论对于民进党的执政不利。为什么？因为舆论普遍感受认为说，你这个有司法破坏的嫌疑，不然为什么这1年以来你没有直接把令人信服的证据就直接拿出来？不符合比例原则，也不符合比例原则。而且理论上讲，过去的贪渎弊案，要不就是直接搜出一大把现金啊，例如说在某个党的家的水池里面就搜出一大笔现金，也对某个党的这个他突然间那个小皮箱里面就是有上百万的现金，那甚至郑文灿也被搜出来嘛，这个都是活生生的一个案例。可是问题就是他没有被搜出来，虚拟货币也找不到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就造成了很多说，哎，你应该要有证据，要有对价关系的话，应该要有证据好。那我们就看法院在攻防战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把证据秀出来了我觉得检察官在这个时候要秀出他的证据来，而且这个证据要让法官接受我想这是一个对于司法的一个考验，对柯文哲也是一个考验。如果最终假设柯文哲是清白的，法院判决无罪的话，那这个对于民进党来讲，对台湾的司法来说，那冲击就很大了。为什么？因为也就是对检察官的那一些人，他们这一生，他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连他自己、他的家人、他的孩子，会不会背负说你有政治操作的嫌疑？这个部分里面对检察官来讲，坦白说也是蛮煎熬的。他自己本身必须要有把握，因为他必须要确定他不是为了政治而为司法，不是为政治服务，是为人民的保持政治的清廉而服务。我想这个在考验他。那有关于赖清德的10奖没了，现在22奖不让我们听，也不让舆论听，也不让媒体听，关的小门自己讲自己听。我们有时候感觉好像是很爽的就是关在小门子里面，然后自己讲给阿伯听，然后听完了以后还不准传出来，这个很奇怪。他是总统他出去都是花我们人民的纳税钱结果却不让人民去知道他在讲些什么东西。你要不你用你自己，不对，你休假的时候也有随付，也有用人民的钱，用人民纳税钱去跟自己支持者讲话，这样
但是不让我们知道，对，不让普遍的媒体知道，这个不太对吧？哦，好，我觉得如果你要贡献钱给美国，韩国已经是一个案例咯。韩国要贡献3000多亿美元，然后还被逼的要去盖厂，盖厂你还不给韩国的这些技术工人或是这些工程师他的工作签证，不给他签证，又逼着他要把钱投下去，厂要给我盖出来，然后又去抓他便宜行事的这个所谓的非法劳工，那些都工程师现在他们为什么会撞得这么凶？因为他们要他认罪，认罪协商把他遣送回，一旦遣送回韩国以后，他终身不能再去美国，那些厂的工程师怎么办？是。大中老师，包括国际，包括台湾的政局都在快速的变化。柯文哲出来了之后，对于整个政坛的风向又有一桩新的很大的变数。对，因为柯文哲出来，当然还是会牵动整个台湾的这政治的发展嘛。那我觉得目前可能对在野党来说，最关键的还是蓝白合这个动能会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哈？因为这可能是蛮多民众很关心的议题。那我还是回到一下刚才讲的这个关税议题，因为赖清德总统啊，在接受平面媒体的专访，他谈了很多东西，但我真正很有兴趣是他如何谈关税。那他大概有释放一些讯息，但基本上没有太多哈。他说我们的目标没有变了，就是要压关税，然后同时不再叠加。但是他有特别澄清哦，他说台积电这个事情可能是大家有误解了，因为这个是在跟美国贸易谈判之前就已经确定的。但是我如果倒过来讲，那不就是说你过早奉上的一些所谓的筹码就不被别人视为是筹码，难道不是吗？因为美国宣布对等关税是4月2号川普宣布的，那在之前包括刚才委员所提到的，包括这个阿拉斯加的油管投资意向书，还有我们3月初当时台湾媒体做得多大在白宫对不对宣布说要这个追加大投资，总共加起来是1650亿。但是这可能目前对美国的谈判来说，这些是之前就已经承诺的，就不会被视为是台湾在谈判里面对美国释放出的一些让步或是善意或是一些退让。所以我觉得目前的谈判的结果应该还是非常严峻。但不妙的地方是我们外界获得讯息实在是少之又少。那日本呢？其实日本虽然现在石破茂下台，但回顾一下石破茂他的这个贸易谈判代表去了日本10趟。最后，虽然在7月就已经谈好，但是川普在几天之前所宣布、所终于签署的这个行政他所谓的这个行政命令确认什么？确认日本最在意的是汽车的关税要从27.5%下降，一样下降到15%。我觉得这对日本来说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结果。那虽然在投资方面还有很多的外媒的一些讯息是，川普还是经验很老道。精打细算，给日本非常大压力。但看看台湾自己，当韩国跟日本美国这么重要的一个贸易的伙伴，跟军事上、安全上的盟友，都承受这么大的这个压力，也不过谈出这样的结果的时候，我觉得对于目前我们一直在讲说还在谈，大家等一等的谈判结果，我觉得真的目前来讲，我觉得连审慎乐观我都很难用这样的形容词去做形容。知道最惨的结局是什么时候才揭晓，如此而已吗？